大家好，我是丁老头啊。今天我们不聊新闻，来聊一个粉丝投稿，然后主要的内容呢都是我的个人观点，那么我们就不剪那么细了，剪了也没啥意思，对吧？我们就当是一期唠嗑视频。起因呢是有一个大哥私信我说他写了一篇稿子，但是他没有卖，问我能不能把这个做成视频替他发了。我让他先把东西发来我看看，要是内容行我肯定就发。然后大哥把东西发来了，这个全篇是这样的啊，我尝试把它发在评论区里，但是因为内容言辞比较激烈，如果过不了审的话就没办法了。我看了一下啊，它的这个内容本身呢不太符合我节目调性，情绪输出的倾向太强烈了，然后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呢我也不是很认同，所以肯定不能照着念。但是它的题目啊又让我很感兴趣，所以就跟他商量说，能不能让我以对这期内容做评价来出一期视频？对面说行。那么我们开始啊。当然了，其实也不完全是评价，因为我要聊的东西呢和他想讲的东西不太一样。但这个标题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就你刨去其中举例和输出情绪的部分，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观点很眼熟。就平时翻一些贴吧 NGA 或者刷 B 站的时候啊，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而且呢，国内微圈付费人数现在有一个总量的下滑，也是一种旁证，说明这个看法呢传播的比较广。那么我想要讨论的其实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管人发展到了这么一个瓶颈期，就是我们从21年的时候，对吧？那会儿还是新兴概念，然后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之后，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效应的正循环，出现自己的 Hololive 和拟基三级？反而是在资本退潮之后，出现了整个圈子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显著下滑。有的朋友可能会拿出一些圈内知名的黑天鹅事件啊，来说明其实是因为这些事情消耗了群体信任导致的。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大伙儿也知道啊，日本人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黑天鹅事件，比如游戏部或者办案分身事件，包括后面转了直播室之后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们就不一一说了。但是大伙儿也知道啊，日本人最后还是把这个摊子给支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呢，黑天鹅不是关键。国威会被黑天鹅击垮，恰恰说明了这个模式本身存在一些隐患，而这些隐患其实得从两头国威诞生之初就伴随出现的灰犀牛找起。事先声明啊，本视频基本不会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我只是以很多年的观众以及我接触到的管人行业内情况来聊一聊我对国威现状的看法。在我看来啊，国威的两头灰犀牛呢都是那种非常难以解决的顽疾，也因为难以解决，所以很多社团一直就没有处理。当然了，绝大部分社团也没有力量处理啊，最后就拖到现在这种不好处理的情况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如果你放眼国际，就会发现世界知名的虚拟主播社团招收素人的比例呢，一直都不算很高。尤其是某市一乡啊，它前5期生里好几十个人，没有前世的，你一只手就数过来了。然后这些中之人的前世广泛分布于什么电台主播呀、地下偶像呀、声优练习生这些，但是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得学习怎么伺候观众。所以转型进入虚拟主播行业之后，他们的学习和试错成本就会变得很低。我们还是以市一乡举例，你像他们从18年上半年起步，对吧？19年下半年招3期就能打开局面，20年下半年招EN直接一飞冲天。这个扩张过程呢是非常丝滑流畅的，基本没有卡壳，每年规模都可以翻1倍甚至几倍，招收10个甚至9个新成员。如果它爆红一段时间，那可能是巧合。或者如果它只是一家存在，没有彩虹社或者 B 乡来跟它竞争，那么也有可能是它的社内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这样持续性的扩张翻倍，且外部存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我认为更像是一种整体产业上的水到渠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刚才描述的这段时期，其实绝大部分时候啊，是他招收的那些熟练工中之人自己把账号跑起来的。你会发现他们在直播早期就懂观众喜欢看啥，知道怎么造梗，怎么经营自己的核心粉丝群体。你觉得是因为这些中之人天赋异禀吗？老丁非常负责任告诉你，肯定不是啊。因为真天赋异禀的在日本当正经偶像、正经声优，比早期加入虚拟主播行业预期要高得多，而且也赚得多。所以后来火起来的很多日本中之人，其实反而在早期呢是日本娱乐行业内卷的失败者，是天赋一般或者运气不太好的那批人。但我这可不是说他们很菜啊，常看比赛的朋友都会知道，其实竞争越激烈的赛事，一线职业哥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大家都在用力的活着，都在探索人类能力的极限。最后决定谁吃肉谁喝汤的，往往只能看天赋啊、性格呀、运气这些人力不能及的差距。日本的娱乐业呢，就是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赛场，所以他们有很多有前世的中之人，虽然可能是内卷的失败者，但是作为演艺人员的基本功和技能还是非常扎实的。这个你们看他们那些中之人有演艺经验的管人就知道，绝大部分人呢没有直播不稳定，不知道播啥怎么播，以及低气压训粉或者直播爆点这种常见问题。而且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樱花妹其实臭毛病很多的，但是他们直播时候呢就能绷得住，这是招呼熟练工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之前能在演艺行业混口饭吃，一般都得有2把刷子，毛病少和数值高你总得占一样吧，不然早就给人刷掉了。而且这种优势在企业早期其实特别重要，它相当于是个保底。玩过 RTS 朋友都知道啊，很多人开局被杀2个农民直接就炸了，
你前面死这几个农民，后期可能要有数倍于敌方的运营水平才能打得回来，而且还不一定有优势。然后招收熟练工的缺陷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市一乡的平均年龄就知道啊，什么胡姨啊、纵姨啊，是吧？这些都是一字辈的。他们中之人的平均年龄呢，主要分布于25岁到40岁之间，整体年龄在演艺行业基本处于建议退休年纪啊。你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反正毕竟不如年轻人抗造了嘛。另外我还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到了嘛，很多兄弟都有选裤子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给大伙儿推荐一下 No Need Indeed 加这个冰丝裤啊。这个裤子呢，因为面料原因，所以穿起来清凉舒适，看起来呢也不是很透，非常贴合很多兄弟的出行需要。它呢长短裤型都有，穿长的能解决一般裤子长裤闷热不好搞，短裤凉快但是挨虫咬的问题。然后短裤呢，比起一般短裤来说，更是轻上加轻，凉上加凉啊。炎炎夏日这样一条冰丝裤呢，绝对是杀人越货，不是那个居家旅行的必备佳品啊！链接呢我已经挂在评论区置顶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虚拟主播这个形式呢，本身就适合作为演艺人士的养老院，因为它极大程度的解决阻碍你就业的一切问题。比如说你老了，没有年轻时候漂亮了，没关系，你皮套好看不就行了？皮下厨毕竟还是少数啊。再比如说你老了，体力不行了，没办法唱跳 rap 篮球了，也没关系啊，你当轮椅主播不就行了？偶尔去台上录一首年轻时候的基本功，别人还得夸你呢，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国内现在扒出来的还活跃的内容质量比较高的社群比较热闹的虚拟主播，基本上年龄还有中之人前世职业分布和日本人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其实也能作为一种市场规律来参考，虽然样本不大吧，但是大伙儿知道，其实呢，国内虚拟主播基本上开播的绝大部分都是素人，但是最后杀出重围的人里，有前世年龄偏大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入坑的人里有前世的占比。说白了，国内市场也知道熟练工好，但熟练工真的少。你像有一些团体就知道从塞纳河里出来的熟练工既能有保底，是吧？也基本上都会直播，然后就哭哭从塞纳河掏人。这当然也是短期内的一个解决办法，对吧？但是塞纳河才多少人呢？也不能紧着一家薅啊。实际上你看的话呢，国内外网红不光是虚拟主播，多少都是带点演和剧本的，甚至于很多 MCN 也会专门招收编剧岗啊。当然了，我知道一直以来 MCN 都不是什么好词啊，这两天尤其不好。但你看随坡老师那个新闻呢，也能佐证我一部分观点，就是就算你是特厨，刚入行也得4句话在镜头前反反复复练20分钟，也不是说肚子里有货他就一定能做好自媒体。这一行呢，其实有很多隐形门槛，很多人想象不到做自媒体还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要做啊。当然了，我说这话没有暗示隋老师事件里面那个 MCN 有多重要的意思啊，因为我说的这些比较重要呢，能帮隋老师入行的部分，按现在的证据来看呢，基本都是小李在干，跟现在的那个 MCN 一点关系没有啊。所以你如果要说我在这个事件里支持哪一方，那我其实是支持给李总加钱的。我们说回来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一行呢，其实有门槛的，需要训练。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跟观众表达自己，最后很容易就变成那种分享真实感受和生活了。那肯定会有和观众对不起颗粒度的情况呗。其实呢，我们一直诟病的所谓皮套人、套皮主播，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类经验不足、没有表演能力，有时候呢也有一点缺乏职业精神的人。但是呢，你也不能赖他们。从个人上来说，是因为国内本来人才储备就不足，如果只允许有前世的人来播，那结果就是没有人播。由于具备经验的人相对来说偏少，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呢，其实不管后期你火成啥样，早年间摔跟头是一定的。日本的很多中之人只是在10几年前都把跟头摔完了，我们的中之人现在才开始摔而已。但是呢，这些摔跟头的试错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行业质量和口碑下滑。另一个从企业式来说呢，是国内很多社团没有对管人有上岗培训，有的有啊，但是水平比较参差不齐。说白了，人才储备实在是太少，招不到懂管人的人，你也没法培训。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不赖现在管人行业的从业者呢？因为这个其实根子上是10几年来的社会导向和布局引导导致的结果。就日本这批管人中之人还在试错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还打网瘾战争呢，对吧？到处都是什么杨永信啊、戒网瘾啊，乱七八糟的。我操，你不可能指望那个社会环境之下能给未来一个互联网2次元相关行业的人做什么人才储备，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在储备了。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最好也不要和日本人比什么娱乐产业布局这些。你想吧，日本10几年前的时候，经济已经是泡沫破灭、死不愣登那个球项了，他们是没有新的产业可以发展，只能接着搞之前搞起来的所谓娱乐业布局。结果内卷严重，产生了大量的冗余从业人口，最后流进了虚拟主播这一块。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反映了他们国家在10几年前的产业就比较畸形了。咱们不一样啊，咱有的是更有用的活和实际的行当去干。所以人资这一块的问题呢，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要娱乐业的冗余从业人员够多才能改善。然而国内就做声优的、做偶像的这些一级行业还没那么多人呢，虚拟主播一个给人做养老院的怎么能成熟得了呢？而且我也不希望有一天虚拟主播变成国内非常抢手的一个行业啊，主要是不想走日本
本人的老路，他们确实是被挤到只有这一块的，所以才显得特别发达，这个很正常啊。咱们嘛，直播不好看换台得了，又饿不死，对吧？我们把话说回来啊，继续聊之前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微氪金吸引力下滑。我们刚才聊过了人资方面的事情，主要是关于阅历啊、职业精神啊、试错之类的。说到底就是现在的很多中之人，包括个人式和企业式，没有办法稳定产出充足的内容，或者产出内容的质量不高，无法维持社群活跃度，然后这些粉丝自然而然的就去关注其他圈子了，对吧？你很简单，你没活别人有活。但是这个事儿呢，是关于为什么活跃粉丝流失的。其实国微还面临一个问题，导致现在微圈的纳新也很慢，就是平台差异。但是呢，这个关于平台的差异吧，我还不敢在这期视频里面讲，因为有点怕限流啊，所以我打算分成上下2期来发。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视频再接着吹牛逼。哦，对了，对夏日清凉男装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点击一下评论区置顶支持老丁。